故事发生在一个非常远、非常安静的小村子里。那个时候，木兰还是一个很一般的农村女孩子。她没有穿过什么很贵、很漂亮的衣服，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坐在家里的院子中做衣服用的布。那是一个秋天刚来的傍晚，太阳慢慢地落下山了，天边红红的云彩照在木兰家的旧墙上，让人心里感觉特别温暖，特别安静。院子里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木兰做布的声音。木兰的手非常聪明，做布的工具在她的手里飞快地跑来跑去。她一边做布，一边想着今天晚上给很老的父亲和很小的弟弟做点什么好吃的东西。可是，这种简单又幸福的安静生活，并没有过得太久。突然，村子外面的土路上传来了一阵非常着急的马跑的声音。马的声音越来越近，把地上的黄土都带得高高的。村子里的狗开始不停地叫起来，连树上的鸟儿都被吓得飞走了。木兰停下了手里的工作，觉得很奇怪，抬起头看向门外，只见几个穿着国家军人衣服的士兵，骑着出了很多汗的快马，停在了村子中间的空地上。带头的那个士兵手里拿着一卷一卷黄色的信，大声地喊着村里人的名字。原来，北边的地方开始打仗了，坏人非常可怕，国家的军队快要打不过他们了。所以皇帝发出了最着急的命令，要求每一个家庭都必须送一个男人去当兵。士兵很快就走到了木兰家的门前，木兰的心突然像被什么东西紧紧抓住了一样，跳得特别快。士兵脸上没有什么高兴或生气的样子，冷冷地拿过来一卷又一卷军人的信，2卷、3卷，一共12卷。这个意思是，北边的战争已经到了非常非常危险的时候。木兰发着抖伸出那双手，那不仅是习惯了做布的手，也是很长时间陪着父亲练习拿剑而变硬的手，接过了那很重很重的信。他低下头，慢慢地打开。木兰从小跟着以前当过兵的父亲学习写字和功夫，信上的字她认识得清清楚楚。在每一卷信的最后，都用黑黑的颜色非常清楚地写着他父亲的名字花狐。那黑色的字在落山的太阳光下，让人看了眼睛疼，就像一块很冷的大石头，重重地打在了木兰的心上。木兰站在院子里，傻傻地看着手中的信。一阵秋天的风吹过，她突然觉得好冷，好冷。战争就这样突然地跑进了她本来很安静的生活。晚上，终于到了很晚的时候，送信的军人早就走了，可是村子里却没有了以前的安静。黑夜就像一块非常大、非常重的黑布，紧紧地盖在了木兰的家上面。
木兰家那个又破又旧的草房子里，点着一根短短的蜡烛，暗暗的、小小的火光在秋天的风里摇来摇去，把房子里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照在旧旧的土墙上，让人觉得特别孤单，特别难过。房子里安静极了，安静到可以听见风吹过窗户的呼呼声。父亲花狐坐在房子角落的一张旧木椅上。他以前是打仗时最勇敢的军人，以前骑着跑得很快的马，拿着大刀，保护过国家最远的地方。可是现在呢？时间和生病已经拿走了他的力气。在暗暗的火光下，木兰静静地看着父亲。父亲的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深深地弯了下去，就像一个用了太久再也直不起来的旧东西。他头上的头发还有脸上的胡子都已经变得像冬天的雪一样白了。突然，一阵非常严重的咳嗽声打破了房子里的安静。父亲把手放在胸口，咳得几乎不能呼吸。他慢慢地抬起头，用那双老了的眼睛看着挂在墙上的那套旧的军人衣服，还有那把陪他走过很多危险，现在已经变得很旧的铁剑。他的眼睛里有不想认输，有痛苦，也没有办法。他那双变硬的手轻轻地发着抖。他心里很想再穿上军人的衣服，再拿着剑去为国家打仗。可是他这个又老又容易生病的身体，连站起来走几步都觉得很累，又怎么能打得过坏人的刀和枪呢？母亲坐在床边，背对着大家。她的肩膀在一动一动地发抖，手里紧紧拿着一块旧手帕。她不敢哭出声音，只能偷偷地擦着眼泪。她心里害怕极了。如果让生病的丈夫去那么远的地方打仗，那一定就是去送死啊。而在房子另一个角落的旧木床上，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木兰很小的弟弟，还不懂什么是烦心事，什么是打仗。晚上已经这么晚了，他却还不想睡觉，非常高兴地在床上滚来滚去。他手里正拿着父亲以前给他做的一把小木剑，在半空中挥来挥去，嘴里还像个小孩子一样喊着：“哈，看剑，我是大将军！”他不知道那12卷军人的信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全家人的命有多么危险，更不知道他的父亲明天可能就要离开他，永远也回不来了。木兰靠在门边，把这一切都看在眼睛里。她看着老了的父亲，看着哭泣的母亲，又看看什么都不懂的弟弟，感觉有一把旧刀正在慢慢地切着他的心，真的太痛了。如果让老父亲去打仗的地方，那就是去送死。可是弟弟还那么小，那么弱，
连一把真正的铁剑都拿不起来，怎么可能去杀坏人呢？如果不去，这就是不听皇帝的命令，全家人都要被杀头。在这个很长又很冷的秋天晚上里，木兰紧紧地咬着嘴巴，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但是在那些眼泪里，好像有一种非常相信自己、非常勇敢的东西，正在她的心里慢慢地长大。晚上越来越晚，房子里的人终于都睡着了，只有木兰一个人在床上翻过来翻过去，怎么也睡不着。她转过头，看着睡在身边的姐姐。姐姐是一个非常安静、好脾气的女孩子，而且再过不久，姐姐就要结婚，去别人家做妻子了。木兰看着姐姐安静睡觉的脸，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一定不能让老了的父亲去送死，也不能让马上要结婚的姐姐去过苦日子。我是家里身体最好、最有力量的人，从小又跟着父亲练习过功夫，除了我，没有人能帮这个家了。想到这里，木兰慢慢地从床上爬起来，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她走到桌子前面，点亮了一根小蜡烛，然后坐在了一面旧镜子前面。在小小的火光下，镜子里出现了她年轻漂亮的脸，还有那一头又黑又软的长头发。木兰大口吸了一口气，拿起桌上那把平时用来剪布的非常快的剪刀。剪刀剪断头发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听起来特别清楚。那一根一根又黑又软的长头发，就像被剪断的黑色好布，慢慢地掉下来，静静地躺在了很冷的地上。就在这个时候，床上传来了一声很小声的害怕的叫声。原来姐姐醒了。姐姐借着小小的火光，看到木兰正在剪头发，吓得马上用双手紧紧包住自己的嘴巴，眼泪一下子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了下来。她光着脚跑到木兰身边，抓住木兰的手，哭着不停地摇头。木兰放下剪刀，反过来抓住姐姐发抖的手，用非常相信自己的眼睛看着她，小声说：好姐姐，别哭，父亲老了，弟弟还小，你又要结婚了。只有我穿上男人的衣服，帮父亲去打仗，我们全家才能活下去。我走以后，你要帮我好好照顾爸爸妈妈和弟弟。姐姐听了，心痛地紧紧抱住木兰。姐妹两个人抱在一起，没有声音地哭着。擦干眼泪后，木兰开始改变自己的样子。为了不被别人看出自己是女人，她跑到厨房，抓起一把做饭烧黑的东西，用力抹在自己白白的脸上，把脸涂得又黑又不好看。接着，她找来几条厚厚的布，用力地一圈一圈地包在自己的胸口上，包得她差不多不能呼吸了。她还对着镜子，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变低，学着男人们那种粗粗的、低低的声音说话。
第二天一早，天刚刚亮，木兰就带着家里所有的钱出门了。她跑到东边的市场，买了一匹最有力量的好马，又跑到西边的市场，买好了骑马用的椅子，去南边的市场买了拉马用的绳子，最后去北边的市场买了一把长长的铁鞭子。当木兰穿上父亲那套很重的旧军人衣服，拉着打仗用的马站在院子里的时候，全家人都吓得说不出话了。昨天那个长头发、安安静静的女孩子不见了，站在他们前面的是一个眼睛里有很多杀气，看起来非常厉害的年轻军人。母亲看到女儿这个样子，心哭起来，差不多要晕倒了。老父亲的嘴巴发着抖，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脸上都是眼泪。木兰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给爸爸妈妈重重地磕了3个头，然后马上站起来，头也不回地骑上马，跟着一声故意变低的粗粗的大喊，木兰骑着马冲出了村子，向着满是黄沙的北方战场飞快地跑去。北方的军营建在一个人都没有的平地上，这里没有鸟叫，也没有花香，每天只有满天飞的黄沙和像刀一样吹在脸上的冷风。木兰顺利地加入了一个步兵小队，走路打仗的小队。在这里，她认识了几个新朋友，年纪最小、总是想家的小一，性格开朗、很爱笑的小七，还有做事很稳的小十。可是，虽然身边有了朋友，木兰的心里却每天都像压着一块非常重的大石头。军营里的男人们说话声音很大，动作很粗，动不动就脱了上衣打闹。为了不被别人发现自己是女孩子，木兰总是低着头，紧紧闭着嘴巴，能不说话就绝对不说话。每天天还没亮，她就要用长长的粗布一层又一层地把自己的胸口紧紧地包住，包得她连呼吸都觉得胸口痛。到了晚上，当其他的士兵们脱掉满是泥土的衣服，躺在一张大床上大声睡觉的时候，木兰却连那身很重、有着汗味的衣服都不敢脱下来。她总是躲在帐篷最里面的角落，抱着剑，半睁半闭着眼睛休息。只要有一点点声音，她就会立刻惊醒。她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混在狼群里的小羊，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害怕。就这样过去了好几个月，木兰身上的汗水、灰尘和马身上的味道混在一起，让她觉得全身上下都非常难受。这天半夜，天上有一个很亮很圆的月亮，军营里静悄悄的，只能听到士兵们高高低低的睡觉声。木兰实在受不了了，她看到大家都睡得很熟，就偷偷地走出帐篷，像一只猫一样，一个人走到了军营一条没有人去的小河边。小河的水非常干净，在冷冷的月光下，水面亮亮的。木兰仔细地看了看四周，确定一个人都没有，才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她慢慢地脱下那身很冷很重的铁衣，
解开紧紧包在身上的粗布，用很凉的河水一点一点洗去了脸上那层厚厚的黑灰。月光静静地照在木兰洗干净的脸上，原来在这个不好看的打扮下，她依然是那个皮肤很白、长得好看的漂亮女孩。凉凉的河水流过她的身体，木兰闭上眼睛，觉得这是她这几个月来最舒服、最放松的一刻。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阵很乱的走路声和男人们大声开玩笑的声音突然打破了黑夜的安静。走走走，去后山洗个澡，这几天身上都臭了。几个士兵正拿着毛巾，大步朝着小河这边走来。木兰听到声音，吓得脸都白了，心脏扑通扑通的狂跳，好像马上就要从嘴里跳出来一样。如果被他们发现这里有一个女孩子，那就是骗皇帝的大罪，不但自己要被杀头，还会害了全家人。木兰很着急地抓起地上的衣服和铁衣，像一只害怕的小鹿，飞快地躲到了水里一块很大的石头后面。她紧紧地贴着冷冰冰的石头，把身体缩成一团，连一口大气都不敢喘，在心里祈祷着不要被发现。走路声越来越近，木兰甚至能听到那些士兵走到水边的声音。就在她觉得一定会被发现的时候，小河的上面，水比较深的地方，突然传来哗啦一声巨大的水响。一个高大强壮的男人从水里慢慢地站了起来。借着明亮的月光，士兵们看清了那个男人的脸，吓得立刻像木头一样不敢动了，脸上的笑容马上没有了。原来那个人竟然是军营里新来的将军。这位将军平时看起来很凶，很少笑，士兵们都非常怕他。将军，您也在这里洗澡啊？我们该死，打扰将军了，我们这就走，这就走。几个士兵吓得连话都说不清楚，连连低头弯腰，转身就跑，跑得连影子都没有了。将军静静地站在水里，宽阔的后背正对着木兰藏身的那块大石头。他并没有转头，也没有发现石头后面还躲着一个非常害怕的人。木兰借着这个难得的好机会，趁着将军没有转身，咬紧牙关，抱着那堆很重的铁衣，没有声音地爬上岸。他借着树林的黑影，像一阵风一样努力地跑回了帐篷。那一夜，木兰躺在硬硬的木板床上，跳得很快的心很长时间不能安静。他知道自己刚刚从死神那里走了一回，而那个在月光下背对着他的高大身影，也不知道为什么，悄悄地留在了他的心里。几个月以后，真正的战争终于开始了。那是一个天很黑、地很暗的早晨，像冰一样的冷风吹起满天飞的黄沙，吹得人差不多睁不开眼睛。沉重打鼓的声音咚咚咚地响了起来，像打雷一样，重重地打在每一个士兵的心上。前面黑黑的很多很多的坏人像大水一样冲了过来，跟着像可怕动物一样的大叫声，让人听了非常害怕。这是木兰第一次真正面对死亡，
他紧紧地拿着手里那把很重很重的铁剑，手里全都是冷汗。旁边的小姨吓得全身发抖，小七和小石紧紧地保护在他身边。木兰紧紧咬着牙，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能怕，我如果死在这里，家里的老父亲就完了。将军拿出长剑，大叫一声，走在最前面，冲向了敌人。两边的军队一下子撞在一起，刀和剑打在一起的声音，马叫的声音和士兵们痛苦的叫声混在一起。红红的血很快就把地上的黄沙变红了。木兰非常努力地用着铁剑，她忘记了害怕，忘记了自己是个弱小的女孩子，只知道不停地打向敌人。在可怕的打仗中，木兰和小一、小七、小石互相帮助。当敌人打向小一的时候，木兰立刻跑过去挡住。当木兰后面有危险的时候，小石也会马上出手帮他。战争越来越可怕。突然，敌人的一队骑着马的厉害士兵，像一把很快的刀一样，直直地冲向了军队的中间。那是将军在的地方。将军虽然功夫非常厉害，连续杀死了10几个敌人，但是他已经被一层又一层的敌人死死地围在中间了。他的铁衣上全是红红的血，马也受了很重的伤，他的力气也慢慢变小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敌人的大官偷偷地走到了将军的后面，他举起手里那把冷冷的大长刀，重重地朝着将军的后背砍了下去。木兰正好在不远的地方看到了这件事情。在这个非常非常危险的时候，木兰根本没有时间多想，她用力让马跑起来，像飞出去的箭一样冲了过去。她举起手里的铁剑，用完全身的力气硬硬地挡住了那要命的一刀。当的一声非常大的响声，火光到处飞。敌人大官的力气太大了，木兰觉得自己的手好像断了一样。拿着铁剑的那只手，大拇指和食指中间的地方被打得破开了一个口子，一直流血。但是他紧紧地咬着，死死地挡住，半步也没有后退。将军听到声音，马上回过头，正好看到了这个身体有点小，脸上全是泥土和血的士兵，什么都不怕地挡在自己后面的画面。将军借着这个机会反手一剑，刺中了那个敌人的大官。你叫什么名字？将军一边继续打仗，一边大声问这个救了自己一命的年轻士兵。木兰忍着手上的痛，大声回答：回将军，我叫花木兰，父亲花狐又老又多病，我是代替父亲来当兵的。将军的眼睛里亮起了很满意、很喜欢的目光。在满天飞的黄沙和血雨中，两个人的目光短时间地相遇了一下，然后又立刻转身，背靠着背，继续打着一场可怕的战争。那场可怕的战斗结束以后，天空已经完全黑了，军营里点起了一堆一堆的火，士兵们都很累很累地在休息。木兰因为帮将军挡了那一刀，
手上的伤口非常深。他一个人坐在帐篷外面的角落里，想自己包一下伤口。就在这个时候，将军没有带任何手下，手里拿着最好的伤药，慢慢地走到了木兰的面前。木兰吓了一跳，马上站起来，想要问好。将军伸出手，不让他动，轻轻地摇了摇头，让他坐下。然后，这位平时在打仗时非常凶的将军，竟然一条腿跪在地上，非常小心、非常温柔地帮木兰手上的伤口上药包好。在小小的火光下，将军看着木兰。虽然木兰的脸上涂着黑黑的东西，但还是能看出来是一张很年轻、很瘦的脸。将军有些感叹对木兰说：“木兰为了救他，受了这么重的伤，虽然看起来身体很小很瘦，但是木兰的勇敢，还有代替父亲来打仗的这份爱父母的心，比这个军营里很多高大强壮的男人都要伟大。”从那个晚上开始，将军和木兰就不再只是将军和普通士兵的关系了。在后来的好几年里，将军和木兰总是像影子一样在一起打仗。他们配合得非常完美，有时候甚至不需要说话，只需要互相看一眼，就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当将军骑着马在前面勇敢地打敌人时，木兰一定会拿着剑，死死地守在将军的后面，不让任何一个敌人走近。而当木兰遇到危险，快要顶不住的时候，将军那把很快的长剑，也总是会像闪电一样出现在他面前，帮他挡住要命的危险。他们就像是长在一起的两棵树，共同挡着战场上的大风大雨。除了打仗，在那些没有战争、比较安静的夜晚，将军也经常会叫木兰一起坐在温暖的火旁边聊天。将军虽然在士兵面前非常严肃，很少笑，但是在木兰面前，他会脱下很重的铁衣，放下将军的样子，就像一个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他会看着红红的火，给木兰讲他小时候的故事。将军说，他从小在国家最热闹的大城市长大，家里的要求非常严格。他还说出了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早一点把所有的敌人都赶走，结束这场可怕的战争，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回家过平安的日子。木兰总是抱着腿，非常安静地听着，她的眼睛里闪着敬佩的光，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亮。有时候，木兰也会给将军讲他家乡的事情。他讲家乡那条干净的小河，讲傍晚天边红红的云彩，讲他那位头发全白，以前也是一名军人的老父亲，还有那个总是拿着木剑，吵着要当大将军的不听话的弟弟。当然，他说话非常小心，他依然死死地藏着自己是个女孩子，还有家里那位马上就要结婚的姐姐的秘密。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边关的雪下了又化，
画了又下。在很长而且充满死亡的战争中，他们一起经过了无数次的危险。将军越来越欣赏木兰，他觉得木兰不仅勇敢，而且非常聪明，每次打仗都能想出很好的办法。在将军的心里，木兰早就成了他最相信的好兄弟，最懂他的好朋友。而木兰呢，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也深深地被将军的正直、勇敢和有时候表现出来的温柔打动了。在这个只有血的味道、死亡和满天黄沙的战场上，他们互相依靠，成了对方心里最温暖的人。但是木兰的心里一直压着一块很重的大石头。在每一个安静的夜晚，当他看着将军宽阔的背影时，他总是忍不住在心里偷偷地想，如果有一天将军知道他一直都在骗他，知道他最相信的兄弟其实是一个女人，他会怎么样呢？他一定会非常生气吧？他还会把他当成最好的朋友吗？想到这里，木兰的心里就会觉得很酸，充满了深深的没有办法的感觉。